么对我？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温之许，你活着的唯一用处就是替我向裴家讨债。裴崇山，你害死我男人，毁了我的家，我就是要让你女儿一辈子出不了山，让我的微微代替她享尽荣华富贵，这是他们裴家欠我的。不能待在这儿，必须要想办法出去。床单，对，撕床单。我要去高考，你就连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。我没死，重生了。发什么愣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别给我摆脸色。吃完立刻去给微微收拾房间，别整天好吃懒做在这碍眼。妈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妈，他知道张桂兰是他妈，他也重生了。你一个乡下丫头，也配读书？你病死了才好，省得爸妈总拿我跟你比。你就是个保姆的女儿，上不了台面的野种。上一世，我被你们母女联手算计，枉送性命。这一世，你们欠我，我会亲手讨回来。完了，还漏嘴了。妈呀，这清汤寡水的怎么吃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裴家欺负他呢。把妈圆成妈呀，裴之薇，你当我把脑子落在上一世了？大小姐，我以后注意。知雪，你一个人跟着你妈从外地来也不容易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，直接跟我说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裴大小姐这么好心，上一世你可不是这样的。对了，晚上10点来我房间一趟。我爸的命题组新出了一份押题卷，往年的命中率很高的。你也要高考了，我想着给你看看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温之雪，想不到吧？我重生了。上一世你死得太快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这一世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你干什么？哥，他偷我的押题卷，那可是爸妈单独给我的。偷东西偷到我家来了？不是我，是裴之薇塞给我的。微微凭什么给你？我妹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一份绝密押题卷，白送一个陪读的乡下丫头，就你那个成绩，给你看你也看不懂。吃我们的住我们的，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学会偷了。裴之薇，明明是你！重活一次，第一招还是这个。裴之薇，你能不能有点长进？来了，快进来。跟上一世一模一样，老老实实就来了。你就是太好骗了。你看看，这可是我爸命题组内部流出来的，外面根本拿不到。就是这份，上一世被塞进兜里之前，我扫了2眼，后来在储物间里，靠着那2眼的记忆，算了3个月题。怎么样？第18题解析几何，参数光程联谊第2文计算量太大，换成极坐标转化能省1/3步骤。你随便翻翻就看出来了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！哎呀，快帮我拿一下。裴大小姐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捡。
是我要做的事情吗？怎么回事？哥，他偷我的东西，那是爸给我的，只有这一份。你一个来陪读的，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，敢偷微微的东西？裴家的东西是你配碰的吗？给我出来！微微好心给你看卷子，你转头就偷，欺负谁呢？哥，你别怪他，他那个成绩见到这种卷子，估计自己也知道怎么考都考不上了，慌了也正常。我爹呀！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微微的东西也是你配惦记的。泽宇，你别生气，他从小就这毛病，见着别人的东西就眼红。我说过他多少次了，就是改不了，读书也不行，学也上不好。我说他还不听，我真是……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脑子笨，成绩不好。我高中3年哪次考试你关心过？我拿的哪张奖状你看过？一样都没有。你什么都没看过，你说我笨，你的依据是什么？他就是嘴硬。我前2天就发现他老往2楼瞄，我还骂过他，他跟我说就看看，是我没盯紧。张桂兰，你永远只会向着裴之薇，根本没把我当女儿。你说我成绩不好，可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成绩。张姨，你管不了，我管。不让他长点记性，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跪下，给微微道歉。哥，别这样。这是怎么了？是谁让他跪的？爸，他偷微微的。我问的是谁让他跪的？先起来，有什么事儿说清楚就行了。裴家不兴动不动让人跪这一套。妈，我好心把我的试卷给他看，结果他直接塞进自己兜里，我要拿回来他还推我。卷子就在他身上。不用搜了，他怎么突然这么冷静？难道是我哪里露了马脚？不过就算他变聪明，这卷子在他身上就是铁证，没人会相信一个乡下丫头。他在那个破学校念书，肯定没见过这种卷子。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们，都怪我没教好这个白眼狼，我给你们赔罪。张桂兰，这套路你用了18年，不腻吗？张桂兰这般躲闪，温之许又这般从容，亲母女之间竟然真有着如此大的差距，这对母女身上好像有什么不对劲。温之许，人赃俱获，你还不承认？是不是非要把脸丢尽？一份考卷至于闹成这样？裴小姐私下跟我说，这是裴叔叔命题组内部流出的绝密押题卷。怎么可能？说，押题卷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没有，不是我拿的，不是我，是他偷的。昨晚他一直在2楼转悠，肯定是他。那丫头才来几天，怎么可能进得去书房？而且一个根本不知道这张卷子存在的人，怎么去偷？温之许，看来只能利用一下你那个好妈妈。裴先生，是我怕秩序考太差，才鬼迷心窍让微微去拿的卷子。我跪在微微门口求了他1晚上，他心软才帮的我。您要罚就罚我。是的，爸，就是张姨让我去的。你让我妹去偷我爸的卷子？是我让微微去拿的。你果然选择了保裴之威，但我更好奇，你能编出什么理由？到底怎么回事？
我就是个没文化的，就只许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怕她学习不好毁了一辈子，才拽着微微犯了糊涂。裴先生，您把我赶出去都行，千万别怪微微。这是我的成绩单，你们认为我有必要去偷这个押题卷吗？全省倒数第4的学校，你考711。张桂兰，她的成绩你作为亲妈不知道？这怎么可能？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从今天起，温之许的事我亲自管。太太，她是我女儿，我怎么管教是我黎曼的事。云的家就算养只畜生，也比你这当妈的有良心。张桂兰，从今天起，你停薪1周，负责后院所有杂活，不准靠近2楼半步。裴志威，撒谎栽赃在先，本月零花钱全额扣除，周末取消所有外出活动。明天让秘书联系微微的学校，让温之许插班进去。上一世他被栽赃的时候，只会哭着喊不是我，跪在地上求人信他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重生，一定是巧合。课本都准备好了，到了学校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温之许那丫头心眼多得很，可不能让她抢了微微的风头，我得让微微自己盯紧点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温之许，他妈是我们家保姆，他现在住在我们家，这次是专门跟着来陪读的。他一个人从乡下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多担待点啊。微微，你真善良，还让保姆的女儿跟你们住一起。不过这校服穿她身上，怎么感觉跟咱们不太一样呢？可能就是气质的事儿吧。有些人穿什么都是那个味道。我穿是土，你穿就是时尚。你这人是不是太能装了？穿什么都像在走秀。还有你要觉得不公平，去找校长，别在我面前摆谱。知雪，你别这么敏感。你一口一个保姆的女儿，说的倒是挺起劲儿。你想踩我台自己之前，最好先搞清楚你脚下踩的那个人到底是谁。他什么意思？他一定是在试探我。先说个事，本周5全校摸底考，作为下月分班参考，都重视一点。温之许，你刚转来，这次也要考。好，怎么回事？上一世他被说2句就低着头不说话，现在当着全班的面一句一句怼回来。不过你嘴上再厉害也没用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。这次摸底考是分班参考，成绩全年级公示。温之希要是考出真实水平，全班都会知道他是个学霸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老师，我答题卡涂错了，能再给我一张吗？行，我拿给你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温之许，你答得再好也没用，等交卷的时候，讲台上那张写的谁的名字，谁就是考了那个分。果然还是上一世的伎俩，以为换答题卡就能毁掉我。你所有的小动作都在我眼里一清二楚。好，时间到，最后一排的同学帮忙收一下答题卡，其他同学可以走了。我自己给你。快点啊，老师还等着呢。老师，都收齐了，辛苦了。裴之薇，你连栽赃都做不漂亮，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？收着。这眼就是给你提的醒，等成绩公示那天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看清你到底是怎么陷害我的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摸底考有个转学生只考了200多分。谁啊？就那个住裴之薇家的保姆的女儿。不是吧？我们班倒数都没这么差劲。裴之薇，她真考200分。我不太好说，毕竟住一起的，说多了显得我欺负人。但我确实看到他好几道大题没写。不过乡下来的学生能考200分也很不错了。200的分就别待在重点班了，去普通班吧，别拖我们后腿。对了，你妈在薇薇家当保姆，你学费是裴家出的吧？考这个分儿对得起人家吗？算了，别这么说，她也不容易。他踩我的，我推他的，
很公平。你要不服，去找老师，顺便问问200多这个数到底是谁传出来的。算了，成绩明天就出了，到时候他自己丢人。裴之薇，你越到处说，明天摔得越响。这不可能！温之许714，年级第1，不是传的200多吗？裴之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错了，不对，我亲手换的卡，怎么可能？老师，我怀疑有人换了我的答题卡。我答题习惯在每道题末尾画句号，这是我之前所有考试的试卷，您对比一下这次的答题卡。确实不一样。这是我在监控室调出来的考试当天的监控。这件事我清楚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处理。同学们，关于温之许同学的成绩，我已经核实过了，714分是他本人的真实成绩，之前的分数是系统录入有误。系统录入有误，差这么多也能录错？具体情况不用多问了，都散了吧，马上要上课了。没说是我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他没有证据指认我。温之许，是谁做的，老师心里有数。但是裴崇山是校董，你这件事要是追究下去，我压不住。我帮你把成绩改回来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我建议你就到此为止，别再追究了，对你没有好处。老师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我靠，真的是他换的！太恶毒了吧！不可能，他怎么敢直接放出来？答应你们不闹，没说不曝光。温之许，你敢阴我？高考前我一定要搞垮你！你们干什么？温之许，你考了714分啊，满分才750。很惊讶吗？之许，之前是我冒昧了，轻信了裴之薇的话。没事儿，我本来也没把你们这群 NPC 的话当回事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我怎么会记仇呢？太好了，以后高考状元肯定就在我们班了。别，低调低调。温之许，你得意什么？不就是考了高分吗？这次摸底考的成绩大家都看到了，温之许同学刚转来就拿下年级第1，大家要多向他学习。另外，成绩单今天会发下去，需要家长签字后，明天统一交回。家长签字？不行，绝不能再让他在爸妈面前表现了。妈，今天发摸底考成绩单了。回来了，考得怎么样？当然不错啦，虽然我学艺术很辛苦，但是我不会把文化课落下的。一看就是考得见不得人，藏什么藏？心虚了吧？妈，姐姐最近在学校心情特别差，整天闷闷的。我怕她是因为寄人篱下有压力，我真的有点担心她。毕竟刚转学过来，要是一直跟不上课程，以后高考可怎么办呀？不适应这边的学习模式也正常，先休息吧。晚饭好了叫你们。这么急着裁我，不就是怕我让你在裴家再无立足之地吗？温之许，把你的成绩单拿出来。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你住我们家吃我们家的，我要你一张成绩单怎么了？上一世你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，这一世我照样能让你有分也不敢认。我考多少是我的本事，不像某些人只会盯着别人的成绩。你这么急着要我的成绩单，是怕你爸妈看到觉得你是个连保姆女儿都比不上的废物。姐姐，我是为了你好，
寄人篱下本来就该低调安分一点。你要是成绩太亮眼，以裴家的规矩，管得可严了，到时候一举一动都被盯着，半点自己的自由都没有。你不如就说这次考得不好，我帮你在爸妈面前圆过去，这样没人会盯着你约束你，日子过得也轻松。我再悄悄在爸妈面前替你多说好话，自然而然就没人再追究你的成绩了。好，好。虽说你是从乡下过来的，但这份努力和天赋实在难得。志雪，你真的很优秀，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适应这边的学习，还能考出这样的成绩。裴志威，你看看你，考的这是什么分数？我们从小到大用心教育你，给你最好的条件，你却这么不争气。你再看看知许，他从乡下过来，却能考出满分。只要你承认成绩差，往后在家里，爸妈只会更偏向你。我不用你替我做人情，我的人生没有人能取代我。什么意思？他知道什么了？裴志威，给你递个假把柄，让你先得意着。我自己签了，懒得陪他们演这场戏。自己签字，正好，这下把柄落在我手里。现在没必要跟他们撕破脸，先安稳熬到高考，别的都不重要。等高考结束，再跟你们算总账。你怎么眼里一点活都没有？赶紧起来帮我端菜摆碗，别在餐桌前碍事。张姨，知许是来备战高考的，不是来干活的。你安心吃饭，不用理会。妈居然处处护着她，我才是她养了18年的女儿。知许，摸底考成绩出来了吧？考得怎么样？爸，先看我的，这是我的成绩单，您快帮我签字。380分。艺术生这分数也偏低了，心思没在学习上吧？还是太太教得好，不像知许，那成绩说出来都丢人。爸妈，我会努力的，下次一定考好。知许，你的成绩单呢？也拿来我看看。爸妈真要问他成绩了，不行，得赶紧找个理由把他支开。姐姐，我想吃点水果，你帮我去厨房拿点过来吧。妈，姐姐脸皮薄，她在我也不好意思说。其实我看到姐姐自己在成绩单上签了家长的名字。自己签？为什么？哎呀，爸，您别这么严肃嘛。姐姐就是自尊心强，怕考得不好惹你们不高兴，才偷偷签的。我们就别逼她了，给她留点面子好不好？还是微微懂事心善。那兔崽子的成绩不提也罢。就那丫头，考多少分都是丢人现眼。哥，张姨，你们别这么说姐姐。其实姐姐天天熬夜到2、3点，白天上课一直犯困，我想帮她，她都不理我。是吗？大小姐想帮我什么？她居然听到了，完了，要露馅了。我几点睡，听没听课，你比监控还清楚。与其天天盯着我，不如多刷2道题，免得只考380分，连本科线都摸不到。好了，微微，坐下。知许也坐下吃饭。知许，成绩单带了吗？带了。裴先生、裴夫人，成绩单我带了，但裴小姐说的没错，我这次考的确实不算好。她竟然说自己考得不好，她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行了，都先吃饭吧。一次考得不好没关系，下次努力就好。妈，其实我还听说姐姐在班里跟同学相处得很差，好几次我都看见姐姐独自坐着，全班都没人愿意跟她同桌。她就是这种德行，活该没朋友。那就少出去丢人现脸，把裴家的脸都败光了。快生气，快辩解，像上一世一样，这样爸妈只会更讨厌你。裴夫人，今天的红烧排骨味道很好，张姨再去厨房端一盘过来。他居然完全不接我的话，上一世的温之许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这一世他完全不按常理出牌？难道你以为我还会和上一世一样？
这孩子遇事不慌，不卑不亢，绝对不是张桂兰说的那种顽劣不堪的乡下丫头。我吃好了，先回房间复习。等一下，考得不好才要好好分析问题。你把成绩单拿来，我帮你看看问题在哪儿，也好针对性改进。好，我上去拿。绝不能让他把成绩单拿下来，必须把那张纸彻底毁掉。哎呀，裴先生，光顾着说话，我差点忘了。物业刚来电话说地下车库的水管爆了，水都漫到电梯口了。曼云，跟我下去看看情况。我也去。张毅，你现在去拉家里的总电闸。拉电闸？好好的为什么要断电？难道你想看我被温之许比下去，被赶出裴家吗？你放心，我的乖女儿，妈这就去办。天大的事儿，妈都给你兜着，绝不能让你受一点委屈。算了，他们想看也好，想抢也罢，随便他们吧。不过是一张纸而已，就算没有这张单子，我也照样是年级第一。停电了，这个时间点，这时间点也太巧了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这次又是什么把戏。可千万别出岔子，要是被裴先生发现，我们娘俩都完了。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这么狠心？裴志威，为了引开我，你连这种手段都用上了。太好了，他果然被引走了，这下没人能拦着我毁掉成绩单了。温之许，你永远只是个保姆生的下贱胚子，你拿什么跟我裴家大小姐斗？没了成绩单，光凭你一张嘴，我看谁信你。温之许，你敢用手机录音阴我？既然你这么想毁证据，那我就留个后手。该死，怎么打不开？再耗下去就要被发现了。不管了，先走。温之许那个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可千万别让我碰上！妈，你可千万别现在开灯啊！再等我走远点，再等会儿。微微到底得手没？不会真出啥事儿吧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没问题，他肯定得手了。好巧，姐姐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出门找水喝。储物间和水房都不在一个方向，你找水找的还挺远。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走的就怎么走，你管得着吗？别演了，我的手机怎么在你口袋里？你少冤枉人！这是我的，我根本没见过你的手机。干了什么？你自己清楚。现在还我，这件事可以到此为止。你别胡说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温之许，你这个白眼狼！住在裴家吃裴家的，还敢污蔑微微！你就是嫉妒微微是千金大小姐，见不得她好，故意栽赃陷害。我还不至于嫉妒一个偷东西还要栽赃的人。分明是你心术不正，想毁了微微的名声。温之许，
裴家留你一口饭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敢蹬鼻子上脸？你在裴家动手，你们确定要把事情闹大？张姨，你先下去，帮我去外面看着爸妈，他们回来千万别让他们直接上楼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把手机给我，你那点小把戏，我懒得拆第二遍。我凭什么给你？你就是个外人，你凭什么压着我？给我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有本事你就自己捡去。哥，你快来，温之许他疯了，非要翻我的口袋。微微，别怕，哥来了。我不小心手滑把姐姐的手机摔了，他就一直揪着我不放。一个破手机，赔你一个不就行了？再敢欺负微微，我让你立刻滚出裴家！裴少爷，眼睛和脑子不需要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再无脑的人都看得出来是谁在搞事情吧？闭嘴！微微怎么可能稀罕偷你一个破手机？好，你说的都对，真是一对电工电仆。我操！微微，你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头好晕，浑身都没力气。温之许，你太得寸进尺了！我站在走廊动都没动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出什么事了？裴先生、裴太太都怪我没教好女儿，他竟然把微微小姐从楼梯上推下来了，求你们别怪他。是我笨手笨脚摔了姐姐的手机，不然姐姐也不会这么生气。之许，你说。妈，我头好晕，眼前发黑，看东西都好模糊，皮都没破。微微你哪疼？妈，微微都疼成这样了，还能有假？算了，姐姐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别为难她，要怪就怪我不小心吧。喏，那边不是有监控，看看。微微，微微要是有半点事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这就走了？摔了我手机也没人赔，算了，算我慈悲。浪费快1小时，本来能刷完一套数学卷的，亏到家了。高考倒计时不等人，浪费的时间必须加倍补回来。微微这反应未免太过激了。是啊，这件事奇怪的很。太太，微微肯定是被吓坏了。温之许那丫头脾气差，我说了多少次也不听，说不定是她欺负微微了。家里有监控，一查便知，你不用急着替谁开脱。今晚到此为止，泽宇带微微去医院做检查了，等他们回来再说。闹成那样，他还坐得住，一门心思全在学习上，这份定力确实比微微强。总算安静了。裴之伟怎么演随便他，耽误我高考，我绝不答应。3套卷不刷完，今晚不睡。哎呀，这地可真滑！死丫头，看什么看？我怎么生出个你这么没眼色的玩意儿？这桌子是微微小姐用的，你也配往上搁东西？赶紧收走！看再多书，你也是个伺候人的下贱命。资料湿了可以重印，但人要是心脏，可洗不干净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？寄人篱下还敢这么嚣张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坐在这儿？够了！一大早又在吵什么？微微还在医院躺着，你在这里发什么疯？先生，我是管教自家孩子。张桂兰，我看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这里是裴家，不是菜市场，容不得你撒泼。
知许在备考，这是大事，哪有当妈的3天2头故意捣乱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要是再敢故意找茬或者干扰知许学习，就立刻给我滚出裴家！知许，去清理一下，别耽误了复习。谢谢裴叔叔、林阿姨。老裴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知悉特别像年轻时候的你？像年轻时候的我，遇事不吵不闹，沉得住气，还能一针见血的反击，那种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沉稳，不像是装出来。微微要是有她一半省心就好了。这么大人了，遇事只会撒泼打滚，要么就躲在别人身后哭。真当我看不出来她的小心思吗？哼！老裴，知许这孩子的气质、教养，还有那股子聪明劲儿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张桂兰能教出来的。先生、太太，你们可不能听信那个死丫头的话呀！先生、太太，我刚才在楼下是声音大了点儿，可我那是恨铁不成钢啊！只许他仗着你们护着，现在连我这个当妈的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张桂兰，知许怎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？是你故意把油泼在他复习资料上，还是你骂他死丫头？太太，那都是气话呀！我是看他目中无人，才想管教管教。他仗着自己有人撑腰，在家里横行霸道，以后要是让外人知道了，还以为裴家家教不严，连个保姆的女儿都管不住。够了，张桂兰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先生，刚才在楼下是谁在撒泼？是谁沉着应对？我和曼云可都看在眼里。张桂兰，你这种偏心双别的作态，更让我们怀疑你当初的用心。知许，累了吧？先吃点东西。林阿姨，太麻烦您了，我自己去厨房拿就行。说什么傻话，快趁热喝。这孩子怎么这么瘦？以后想吃什么缺什么就直接跟阿姨说，这个家以后就是你的靠山。谢谢林阿姨，我会加油的。快吃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这么得意，绝不能让他抢走微微的一切。行了，张阿姨，我知道了，你也别太生气，我在这边照顾微微呢。泽宇少爷，阿姨心里苦啊，太太和先生太宠着她了，个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刚才吃饭的时候，他当着我的面摔碗，还说他能说什么？说微微在医院是装的，是活该，他早盼着微微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温之许那个白眼狼敢这么说微微？是啊，泽宇少爷，阿姨也是怕微微知道了伤心，您可得帮阿姨劝劝知许啊。裴小姐，该量体温了。别烦我，没看见我正吃水果吗？一边去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回头我非得好好教训他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别生气。爸，哥，可现在就回去替你教训他。哥别去，知许姐寄人篱下不容易，我不怪她，我就是有点害怕，因为这些小事你们不疼我。其实知许姐一直都对我有意见。上次在餐厅，我给她递牛奶，她直接推开我的手，还说我烦。知许姐，喝杯牛奶吧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不用，你自己喝。我一直都忍着，可今天他居然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我发脾气。爸，这种人根本不配待在我们家。等把事情查清楚再说。家里不会纵容栽赃撒谎，也不会随便冤枉任何人。
怎么样？微微没事吧？还好，医生说是皮外伤，留院观察2天就好了。装什么听不见？微微因为你才住院，你在这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戴着降噪耳机，没听见你们进来。真是个白眼狼，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。人情味儿是给有良心的人看的，冤枉人的不配。这孩子没有半分心虚，反倒是张桂兰那急于挑拨的嘴脸。看来微微在医院里说的未必全是真的。别吵了，去书房把昨晚到现在的监控调出来。今天这事必须查得明明白白。这还用查吗？明明就是去调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狡辩。都是微微自导自演，我悉心养育18年的女儿，居然用这种手段栽赃别人。倒是知许平白无故受了委屈，却从头到尾安安静静，品行心性远比微微稳重太多。肯定是他先招惹微微的，要不然张桂兰把脏水全泼在自己亲生女儿身上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真的，一定是监控哪里出了差错。住口！监控我们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，昨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。这件事和温之启没有半点关系。爸，你身为哥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闹事，冤枉无辜，像什么样子？今晚这件事就此彻底翻篇，往后谁再敢提起半句，直接收拾东西搬出裴家。知雪，泽宇今天休息，让他送你去学校。昨晚的事他也有错，就当让他给你赔罪了。赔罪？只要他别再给我搞事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妈真是闲得慌，非让我送一个保姆的女儿去上学，真是丢死人了。乡下来的丫头装什么学霸人设？装什么学霸人设？总比有些人只会动嘴皮子嘲讽别人强。你少阴阳怪气，就你这种出身，能学出什么名堂？低智商。送到了，谢谢。温之许，别以为我妈护着你，你就能在裴家耀武扬威。我没有耀武扬威，我只是来高考的，不像你混日子的。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都打起精神来！刚接到通知，全国中学生数学省赛下周启动，含金量极高，拿到省1等奖，高考直接加20分。安静！但是学校给咱们班的名额只有1个。上一世就让他出尽了风头，这一世这个名额必须是我的。这是去年省赛的决赛真题，谁能上台完整解出来，这个参赛名额就归谁。老师，我来。这道几何压顶题，谁能解出来？太漂亮了，这思路这步骤完全是竞赛级水准。温之许，你一个土丫头，凭什么压我一头？这道题考察的是圆珠曲线与导数综合应用。首先要联立曲线方程，确定切点坐标。不对，怎么算出来的判别数是负数？裴之薇卡住了，他上周不是还说自己数学竞赛稳拿第1吗？这道压轴题确实刁钻，你看他写了半天，一直在导数求导上打转，根本没找对切入点，思路完全乱了。裴之薇，停一下，回头看看你写的第3行，曲线定义律的限制条件你根本没考虑，错的离谱，基础太不牢固了。下去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，这种错误太不应该。温之许，都怪你刚才那个眼神搅乱我心思，害我出错，这笔账我跟你没完。这道题确实有难度，还有谁愿意上来试试？温之许，好，你来试试。完美，不仅逻辑严密，而且比标准答案还要简洁。
这是真正的竞赛级思维，非常难得。考点其实很单一，只要抓住核心变量，排除干扰项就行。不用谦虚，这道题很多资深老师都要思考一会儿。你天赋很强，继续保持。凭什么又是他？不就是一道题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微微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？爸，我看您这么晚了还在忙，所以特意泡了杯参茶给您提提神。爸，其实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，我想参加下周的数学省赛。你们班的名额还没定吗？名额定了，但是爸，我听说年级还有一个校董推荐的特批名额，我想争取一下。微微，竞赛不是闹着玩的，你的数学成绩我心里有数，基础不够扎实，去了也是陪跑，何必去受那个打击？爸，您先别急着否定我，您看看这个。这是？是的，爸，这道题据说比省赛真题还要难。爸，我向您保证，只要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拿个奖回来，绝对不会让您丢脸的。喂，老陈吗？我是裴崇山。下周的数学竞赛，给我留一个校董推荐名额。对，给裴志威。名额给你定下了，好好准备，别让我失望。谢谢爸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温之许，这次数学竞赛，我一定要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温之许，你以为学习好就万事大吉了？这个社会拼的是资源，你一个保姆的女儿，拿什么跟我争？等会儿你就知道我拿什么跟你争。安静，准备发卷。怎么这么难？题型和老师给的样题完全不一样，这根本不是往年的出题风格，题被换了。温之许，今年的题可不是你复习的那些。裴同学，这可是绝密文件，规矩你懂，只能看，绝对不能拍照。主任您放心，我爸只是让我提前做个学术调研，我心里有数。辅助线连接 BD， 建立空间直接做交系，向量法求解，最终答案是根号2。记住了。好了，主任，辛苦您了。温之许，答案我已经全部背下来了，而你连题型都没见过。题型虽然变了，但核心考点不会变。出题人把解析几何的曲线参数化和数列递归求衡揉在了一起，有意思。老师，我交卷。不可能 ，B 卷难度比 A 卷高了2个等级，他怎么可能提前1个小时交卷？我背了答案，才刚写到一半。裴志威，你以为换题能拦住我？真正的学霸从来不怕题目难，只怕题目太简单。最后一道题的答案绝对是3，我刚才在门口跟附中的人对过了，他们也是3，错不了。你怕不是考晕了吧？动动脑子，我算出来是根号2，这才是标准解法。去年省赛就出过类似的几何模型，你忘了？吵得挺凶，可惜全卡在基础定地域的漏洞上，连题目真正的模型都没看透。你们全错了，题干最后给的那个极限条件根本就是多余的，那是命题组设的陷阱。省赛压轴题怎么可能无解？命题组疯了，把那个条件带进去，方题组直接矛盾，根本无解。这道题根本不可能做出来，谁要是能做出来，我当场把这张桌子吃下去。一群人吵了半天，连核心模型都没看出来，真是浪费时间。答案是2分之派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这道压轴题多难吗？
连腹中的尖子生都没算出来，你怕不是瞎猜的吧？同学，连题干里的关键条件都未必能看懂，就敢随便报答案，纯属耽误大家时间。他们离答案只差一步，可惜被眼前的框架困住了。我不是猜的，我能把完整解题过程讲出来。行啊，你讲。要是讲不出来，今天别想出这个门。快让我们见识见识大神解法！我录下来发竞赛大群，让大家都看看热闹。也好，正好让你们开开眼，什么叫真正的数学思维。快讲啊，别光摆 pose， 我还等着吃桌子呢。我赌他撑不过3句话。题干第3行给出的边界条件不是一个独立约束，而是一个隐藏的复合极值点。你们所有人都自动忽略了它的存在欲。那明明是个全程变量条件，跟边界有什么关系？错，当参数西塔大于2%时，这个条件就退化成了一个约束方程。你们直接代入全程量词去算，当然会在起点处出现矛盾，算出负的回旋半径，或者根本无解。这不可能！拉格尼耶量数法的边界条件明明是……不对，这里的偏导符号一定错了，重新算。退化约束方程。既然约束退化，构造思路就要变。放弃你们那个死磕极坐标的办法，直接做保角变化，将负平体映射到单位权内部。第一步，构造辅助函数，剥离实际和虚极。第二步，利用题干最后的那个冗余条件作为反证法的基石，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借机。等等，那个条件是反证法的边界。对。第3步，代换回原方程，此时所有期限全部消去，积分路径闭合，最终结果只能是2分之派。原来那个条件是这么用的，我算了1个小时的死图痛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种解法连大学数学系的教材里都很少见。现在还有人想吃桌子吗？思路和我完全一致，我只推到一半卡住了。我在保角变换那一步没能找到反证法的出入点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乔神说他是对的，这可是去年省赛的压轴辩士啊！温神，这题快给我们讲讲。对呀，我们都卡好久了。同学，刚才最后一步是怎么做到的？快讲讲。别急，录视频呢。大神，你重新在纸上写一遍行不行？温之许是吧？求求了，哪怕只写个核心步骤也行啊！你们再这么挤，我的水杯都要倒了。都别围着了，围的水穴不通，谁看得清？都坐好，我连上投屏，让他在平板上写，投到幕布上，大家都能看见。保角变换的思路虽然对了，但我卡在反证法的切入点那么久，他到底是怎么想到的？看仔细了，只讲一遍。什么？这第一步的切入点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我的天，太神了，比标准答案还利落，太绝了！你好，我是乔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所学校的？之前的比赛怎么没见过你？温之许，普通高中，第1次参赛。普通高中，有点意思。微微之许，数学省赛考的咋样？题是不是特别难啊？别提了，这次对手简直是神仙打架，好几个都是去年拿过国奖的大佬，全是省里顶尖尖子，气场强的吓人。这么猛，那你们俩发挥的还好吗？我就不说了，纯属去凑数见世面的。倒是温之许，可太厉害了，居然提前1个小时就交卷了。提前1小时，这也太牛了吧！省赛难度那么高，他居然这么快就做完了。牛什么啊？对手都是深耕竞赛好几年的国奖得主，他一个零基础的，凭什么比人家做的还快？凭什么能提前交卷？裴之薇，你这话意思是温之许他作弊了？我可没直接说啊，但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要是靠不正当手段赢了，
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脸，是咱们整个学校的名声。到时候外校的人知道了，全校都要被人戳脊梁骨。裴之薇，众口铄金这招你用的炉火纯青，可惜你永远想不到我的后果。请问温之许同学在吗？我们是专程过来向温之许同学请教省赛最后一道压轴难题的。你们别被是忽悠了！你谁啊？我最清楚他的底细，他就是乡下来的，连正规竞赛教练都没跟过。你们觉得这种野路子能真的理解压轴题？他顶多就是死记硬背了一种解法，换个条件他就不会了。可他提前交卷了，而且提前交卷就是真懂，不过是碰巧对了一次。真要让他换种方法推，他连第一步往哪想都不知道。裴之薇，你越急着堵我的嘴，等会儿脸就肿得越闷。说的也是，他以前确实没接触过竞赛，说不定就是碰巧背到类似题型了。但是温之许平时刷题解漏都特别快，说不定是真有实力。温之许，你要真懂，就把解题逻辑当众讲出来，让大家心服口服。讲不出来，就别怪大家不信你。说的也是，他以前确实没接触过竞赛，说不定就是碰巧。既然你主动送我展示的机会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操！开校园群，最终结果只能是2分之派。连一中的超级大学霸乔岩都在鼓掌。不可能！一段视频就能证明他是真懂，现在的剪辑技术什么造假不了？可是这画面一直没断过啊！画面没断，那拍摄的人呢？谁知道是不是他找的人提前录好，专门挑这个时候放出来洗白的？视频是我同学现场录的，当时饭店里20多个竞赛生亲眼看着他从第一步推到最后一步，你要不要挨个去问？那又怎样？万一是他提前拿到了题呢？省赛闭卷是考前临时更换的，他从哪儿提前拿到题？那他的解法、保角变换什么的，万一就是从哪本书上照搬的套路，你们谁能证明这解法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？因为这思路比标准答案还简洁，原创解法没有第2个版本，你上哪本书找去？人家实力摆在这儿，再挑刺就是不讲理了。就是，这根本没法反驳啊！温之许，你说话呀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同学，压轴题的完整推导过程我写下来发竞赛群里，有不懂的随时问。你别走，话还没说完呢。跟说再多也听不进去的人，没必要浪费口舌。温之许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成绩没出来，一切都是假的。离省赛出分只剩3天了，这道压轴题的第3种解法终于理顺了，复盘完就可以提前准备国赛的内容。只要在这张草稿上动点手脚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微微，快点，巡逻的老师要过来了。别催，只要把关键步骤改成和网上流出的标准答案一模一样，到时候只要有人举报他抄袭，教务处一查草稿，这就是铁证。只要这份雷同的草稿回到他桌子里，明天就是他的死期。这不是我的草稿纸！天哪，年级群炸了！有人实名爆料说，这次省赛有人提前串通抄袭网上的解题思路。天哪，你这个怎么跟群里曝光的一模一样？连涂改的痕迹都对得上。温之许，你居然真的抄袭！我就说他平时怎么那么厉害。裴之薇，这只是你动过手脚的。温之许，你血口喷人！昨晚我早就回家了，怎么可能去动你的东西？大家作证，这草稿纸是从你抽屉里拿出来的，字迹也是你的，难道是你自己抄袭完想赖给别人？吵什么吵？整个走廊就听见你们班的声音。温之许，
省赛子委会刚刚打来电话，说接到了10名举报，说你涉嫌严重作弊。现在全校都在传你作弊，这份草稿纸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的解题思路和网上流传的答案高度重合？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老师，我没有作弊，这份的草稿伪造陷害的，虽然模仿了我笔记，但核心逻辑有夏微的偏差。我申请笔记鉴定和时间鉴定。鉴定需要时间，但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。组委会态度很强硬，要求立刻复核，3天。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必须核实你的草稿与试卷的一致性。如果查不清楚，你的成绩直接作废，还要背处分。温之许，这次我要让你永无翻身之地。裴总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全校都在传省赛有人作弊。之许这孩子平时老实，我不信他会做这种事儿。既然事情闹大了，我作为家长，必须第一时间到场。如果支收真的被冤枉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如果是有人恶意陷害，我裴家也绝不答应。爸，虽然之约只是保姆家的女儿，但如果真有事，裴叔叔，我没有作弊。既然要查，我申请对草稿纸进行最严格的数学鉴定。好，要查就要查清楚。联系省赛子委会，调取所有数学检测手段，查草稿纸的材质、墨水氧化程度，还有指纹痕迹。可是裴总，这样大动干戈，事关孩子的前途和名誉，怎么能叫大动干戈？3天时间必须出结果。如果证明不了清白，不用学校开除，我亲自带他走。但如果查清了是有人陷害，绝不轻饶。既然接到了复核申请，那我们就按流程办事，先把草稿纸封存带走，检测结果大概需要3个工作日。那在结果出来之前，温之许同学的参赛资格当然保留。裴先生，按照规定，涉嫌作弊的试卷在调查期间通常是要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现在只是有人怀疑，并没有定罪。在真相大白之前，谁也不许动知韵的学籍，更不许取消他后续的参赛资格。可是裴总，这要是上面怪罪下来，这个责任我裴崇山担了。裴总，这都3天了，您一直守在学校，其实您大可放心，专家那边一有消息，肯定第一时间送到这儿来。要不您先去楼上的休息室躺会儿？不用，我在这儿等，我要亲眼看看，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鬼陷害，又是谁在给我裴家争光。是，裴总爱才心切，我们理解。裴先生，久等了。今日数学组3天2夜的精密检测，最终复核结果已经出来了。裴叔叔，爷，第一，关于草稿纸真伪，经光谱分析和墨水氧化程度对比，确认草稿纸上的字迹与温之许同学试卷上的笔迹压痕完全不符，且墨水成分存在明显的时间差。结论是，草稿纸系人为恶意伪造，以在栽赃陷害，温之许同学洗清嫌疑，不存在任何作弊行为。果然是伪造的，这简直是胆大包天！第二，关于最终成绩，温之许同学的压轴题解法运用了极其罕见的独创模型，逻辑严密，绝非抄袭网上流传的答案可比。最终核定成绩297分，全省第一。什么？297分？真的是全省第一？温之许，你太给学校争光了，这可是省状元啊！至于裴之威同学，最终核定成绩118分，位列全省参赛人员末尾。天壤之别啊！这真相真是大快人心。好一个全省第一！我裴崇山没看错人，他就是我裴家最顶尖的天才。谢谢裴叔叔相信我。既然真相大白，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温之许后续的所有培养计划由我裴崇山亲自接手，不管花多大的代价，我也要全力保送你冲刺全国决赛，拿个全国冠军回来。之许，停一下。这道数论押头题，你的大方向是对的，但是在这里，你陷入了一个思维盲区。你太依赖常规的模运算硬算，却忽略了题目中隐藏的构造法切入点。构造法，构造一个辅助多商式。我之前确实没往这方面想，总觉得数文题只能靠同力硬推。数学竞赛不是求稳，是求思维的降维打击。常规解法只能让你拿基础分，想要拿全国第一，就必须在阅卷老师看到第3步的时候，让他眼前一亮。看好了，如果在这里构造一个满足条件的辅助函数，整个乘除关系的证明会瞬间简化，解题步骤至少能缩减4步。这样逻辑通了，但细节还要打磨。按照我刚才说的规范，把过程拆变得再细致一点。我明白了，这样一来，乘除关系就成了显然的推论。张爷，
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人家在里面学习呢，可没工夫搭理你。我看那个死丫头就是故意做给裴先生看的，看看她那个样子，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敢作威作福了。就是，真不知道她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微微，你别生气，她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早晚得滚出去。你说的对，我看她能蹦到几天。裴叔叔，我现在思路清晰多了。很好，接下来的备赛我会全程盯着你，不管是顶级的私教资源，还是内部的绝密技题库，只要你需要，裴家都会给你弄来。裴叔叔，谢谢您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很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决赛模考。记住，决赛考的不只是智商，更是心态。哪怕天塌下来，你的笔也不能停。最后一道大题条件看错了，还有15分钟，你现在的正确率只有70%。时间到，停笔。刚才那道干扰题，你只用了3秒就调整过来了，很好。这种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，才是冠军该有的样子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那个野丫头能得到我爸的亲自指导？每天10几个小时，连吃饭都要让人送进去。早上6点起床背公式，6点30分开始抓题，中午只休息20分钟，下午继续模拟考。装，继续装，我就不信你是铁打的。微微，站这儿干嘛呢？哥，我就是好奇，想看他到底有多努力，怕不是故意装给爸看的。行了，是不是装的，爸心里有数，你也少操心。哥，各位观众晚上好！备受瞩目的全国数学奥林匹克决赛入围名单即将公布，经过层层选拔，最终入围的10名选手即将在京城展开巅峰对决。现在，最终入围全国总决赛的10名选手名单正式揭晓。哟，马上就要公布名单了。温之雪，我看你今天吃饭比昨天慢了半分钟，怎么？是不是要出成绩心虚了？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，知席的成绩是你望尘莫及的。知喜这孩子是挺拼的，不过知许啊，你也别太逼自己，要是实在累了就歇歇，别到时候在考场上因为压力大发挥失常，辜负了先生的苦心。现在最终入围全国总决赛的10名选手名单正式揭晓。没有，肯定没有他。知许，恭喜你，但这只是入场券，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全国最顶尖的高手。裴叔叔，我准备好了，全国第一，我要定。这道数名题的切入点还是太隐蔽了，如果能找到裴叔叔早年收藏的那几本绝版竞赛采课书，或许能有点思路。原来这就是张桂兰的罪证。上一世我无凭无据惨遭算计，这一世倒是主动把把柄送上门来了。他在翻什么？为什么他拿了东西还能这么淡定？明明只是个野丫头，凭什么在我面前装得这么胸有成竹？不过我现在可没空跟你玩这些猫捉老鼠的玩戏，留着以后慢慢收拾你。现在还是先把这道压轴题解出来吧，全国第一才是我的目标。温之许，你到底在盘算什么？有些人运气真好啊，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被裴家这么捧着。我要是你，早就该有点自知之明，别赖在这里不走。你说完了，说完就出去，别挡光。你装什么清高？别以为拿了个竞赛亲卫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你不过是鸠占鹊巢，对吧？裴志威，你总端着裴家大小姐的架子，
可你清楚自己的身世来历吗？微微，当年我和你爸在裴家的工地打工，裴家欺负我们是乡下人，没日没夜的使唤，还不给工钱。妈当时也是被逼急了，心想凭什么他们能过好日子，妈就要累死累活。正好赶上2个孩子同一天出生，妈一咬牙就把你给换了。微微，这裴家的荣华富贵本来就该有你一份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身世？别来烦我，影响我复习。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他真的重生？你别装神弄鬼，裴家大小姐本来就是我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乡下野种，永远比不上我。你这么急着骂人，是怕我说出更清楚的事吧？比如，你根本不是裴家的大小姐，你的人生是抢来的。还有，你那见不得人的亲妈对你所谓的好，根本不是疼你，而是把你当成报复裴家的工具。裴崇山，你个高高在上的畜生！你以为你能一直逍遥法外？做梦！把那个野丫头换进来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你还债，让她在泥里打滚，替你这个当爹的受罪。我的微微才是该享福的命。裴崇山，你害我男人，我就让你亲生女儿在泥里打滚。裴崇山，让我的女儿踩在你头顶上！我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裴之卫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重生了？微微，知情，快出来吃饭了。今天是你爸特意让厨房做的全蟹宴，庆祝知情进了决赛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快下楼吧，你爸都等半天了。只许这次竞赛能进决赛确实不容易，这段时间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希望你在决赛里能稳住心态，争取拿个好成绩回来。哎呦，不就是进个决赛而已吗？还没拿冠军呢，就摆这么大吧？还是咱们微微优秀，又懂事又能干，以后肯定比那丫头强多了。不过是重生了一次，装什么装？就算你知道身世又怎样，我就不信你敢把真相说出去。别以为进了决赛就了不起，你在裴家永远是外人，你永远不配跟我们裴家相提并论。我是不是外人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就是运气好，要不是张桂兰当年蓄意换娃，你现在根本不在裴家。要不是张桂兰当年蓄意换娃，你现在根本不在裴家。什么？是你们逼我说出来的。张桂兰的丈夫当年工伤惨死，她怀恨在心，认定是裴先生害死。当年她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留下，把裴家的亲生女儿扔到了乡下。我才是裴家真正的亲生女儿，而她不过是张桂兰报复裴家的一枚棋子。要不要我现在就把真相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字一句全念出来？温之雪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换孩子？1996年8月，为了骗那笔保险金，我让老温把手伸进机器里，机器咬住他的时候，裴崇山正好路过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不准念！张桂宁，你给我冷静点，让他念，念，继续念。老裴，是我干的，那个死鬼不争气，我就想
起这事儿就闹大了，钱就泡汤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是你裴崇山命硬克我们家，我男人死了，凭什么你还能风光无限？凭什么？我就把你亲生女儿扔去乡下喂猪，让我的女儿来享你的福，这就是报应。原来是假的，我以为我是重生的天命之女，结果我的人生竟然是建立在谋杀亲夫上的。不，简直是蛇蝎心肠！泽宇，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！知雪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从今天起，你才是我裴崇山唯一的亲生女儿，裴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。至于你，立刻给我滚回房间去！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！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如果不是你回来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我重活一世，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，全被你毁了。温之许，你不是爱装清高吗？你不是要当全国第一，要拿金牌吗？那我就让你还没站上领奖台，就先身败名裂。重生又怎么样？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真相根本不重要，大家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看的话。只要我毁了你的名声，就算你拿了金牌，也是个没人要的垃圾。好好享受我给你准备的大礼吧，我的好姐姐。老师，我答完了。这种解法简直闻所未闻，太漂亮了。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看着清清白白的，居然会骂评委。不好说，视频看着挺真的，要是真的，这竞赛金牌可就悬了。现在网上舆论发酵的厉害，组委会那边已经在核实了，先看看情况再说吧。知雪，网上的视频是怎么回事？组委会要暂停你的颁奖资格，还要对你进行道德审查。爸，视频是假的，请帮我联系媒体，我要接受采访。现在。温同学，网传视频里的人是你吗？你是否因为压力过大才去夜店宣泄？请问你对辱骂评委的言论有什么解释？这是否会影响你的比赛成绩？是裴崇山。知许，别怕，天塌下来有裴家给你顶。爸，我没怕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是裴崇山。在知许开口之前，我代表裴氏集团严正声明，网上流传的视频系恶意伪造的 AI 换脸视频，裴家已经报警，并锁定了造谣者的 IP 地址，我们将追究到底，绝不姑息。知许，你是当事人，你来说。各位请看大屏幕，既然大家不相信口说无凭，那我们就用科学和逻辑说话。第一，大家请看第3秒到第5秒，在这个侧脸转动的过程中，我左眼瞳孔的女光点与现场光源的位置完全不符，这是目前 AI 换脸技术在处理复杂光养时的常见破绽。第二，关于音频，这里的音频波形在尾音处出现了极其不自然的截断和重复，这是 AI 语音侧龙强行拼接的痕迹。而且这个 IP 的位置就在这间礼堂里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查到这里？难道是薇薇？她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造谣者试图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抹黑我，但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卖惨，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，我只想告诉大家，天赋或许能决定上限，但专注和坚持才能决定下限。面对谣言，最好的反击不是谩骂，而是用实力证明清白。凭什么你能得到爸的偏爱？明明我才是那个陪在他身边最久的人。我没信你，别等于太早。爱自我反转。裴先生，实在抱歉，刚才让知许受委屈了。经过技术部门的最终核实，以及知许刚才无懈可击的现场澄清，组委会正式决定恢复温知许同学的全部参赛及领奖资格。谢谢组委会的公正处理。知许，去把属于你的荣誉拿回来。
本届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得主，也是总分全国第1的获得者温之许。除了金牌，组委会还决定特别授予温之许同学展跃出的风采奖，不仅因为他在面对恶意造谣时展现出的冷静、专业与大国青年的担当。不会的，你们应该信我才对。封禁，我的账号被封禁了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你这个贱人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决赛只是前菜，高考才是真正的主战场。裴之薇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准备好了吗？等会电话里心电警报、抢救声、器械声全都给我拉满。放心，裴小姐，专业录音都备好了，保证跟真抢救是一模一样。记住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拖住他，让他错过开考时间。钱到位，活到位，只要他敢接电话，我保证让他心神大乱，连考场大门都进不去。温之许，你不是全国第1吗？不是觉得自己稳赢吗？我都要看看你最亲的人快死了，你还坐得住考场？开门！今天是高考啊！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没权利管着我。妈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上一世就被他们母女俩算计，这一世我提前和裴叔叔说好，住进考点附近酒店，断了他所有门路。3年磨一剑，今朝试锋芒。裴之薇，无论你有什么手段，都阻挡不了我。这种关键时刻，陌生来访。请问是温之许小姐吗？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，你父亲裴成先生突发严重心梗，现在正在抢救室，随时有生命危险，需要家属立刻过来签字手术，请你马上过来。日记，我爸平时各项指标都正常，怎么会突然？肯定是裴之薇搞出来的幺蛾子。温之许，你还有心思去参加竞赛？张一刚才晕倒被送进医院了，医生说要马上手术签字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妈她现在在哪儿？在12院，快跟我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原来还是这一招。上一世为了毁掉我的竞赛资格，他就是用这种家人病危的烂借口把我骗去医院，真是可笑。明明知道我已经重生，他居然连骗术都懒得升级。裴之薇，你也就这点本事。我爸几点送进医院的？主治大夫叫啥？住哪个病房几号床？半小时前送来的，主治林州3楼急诊7号床位。别磨蹭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林州医生上个月就调去外地做指了，市医院急诊区为了便于管理就2单间，根本没有7号床位。别演了，裴之薇花多少钱？连功课都不做齐全，太心急了。怎么还没回信？我马上也要去考场了，可别耽误我正事。成了吗？温之许是不是没去考场？不行了，裴小姐，被他全部识破了。他说林医生调走了，还说没有7号床，我实在圆不住，只能挂电话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提前调好的圈子都能搞砸。我们是在找机会收拾他。距离考试开始还有15分钟，请考生做好准备。家长请勿进入警戒线内。这一世，我会亲手改写结局。定考砸，微微才是大小姐，她拿什么跟微微比？之许爱吃糖醋排骨，烤完得趁热吃。你那个会还没结束啊？散了，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比之许更重要。走，去接女儿。不可能，为什么题目这么难？他肯定也不会，他一定在装镇定。我不能输，我绝不能输给他！考试结束，请全体考生停止答题，起立，双手垂放，请考生带好随身物品，
依次有序离开考场。辛苦了，知许，咱们家的大功臣。终于考完了，饿不饿？走，回家，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温之许同学，作为刚刚拿下全国数学竞赛冠军的学霸，你对接下来的高考有信心吗？这次高考感觉发挥怎么样？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？大家让一让，别挤着考生。信心是弱者的借口，我不需要信心，我只相信实力。至于发挥的如何，成绩会替我说话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明明我抢走了他的人生，为什么最后站在光里的还是他？温之许，我绝不会就这样认输。前世高考连考场都没能踏入，如今安稳考完所有科目，光是这份圆满就已经胜过一切了。高考结束都不肯安分，裴之威连造谣的方式都一成不变，只会躲在匿名账号背后搬弄是非。别太累了，考完就该好好放松，身体要紧。就是粗略核对一下，心里有底。数学最后2道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完全契合，应该不会丢分。知许，群里那些闲言碎语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大家都是随口猜测，没有恶意的。不过高考阅卷标准严苛，涂改确实容易失分，你估分还是保守一点，免得之后落差太大难过。整场考试我就在他旁边，整张试卷书写工整，根本没有大面积涂改。匿名小号凭空造谣，你还跟着煽风点火，不合适吧？怎么还有人帮他说话？计划全被打乱了。这些可惜陪我熬过无数刷题的深夜，留在家里闲置可惜。等过段时间跟着爸妈去山区小学，送给那里想读书的孩子。下周我和你爸打算带你去华清大学拜访数学系招生导师，提前了解本硕博培养方案。等你回来，我们聊一聊。谢谢裴叔叔、林阿姨。就算数学没丢分，其余科目也未必稳妥。哼，别太早洋洋得意。他到现在还困在输赢的执念，殊不知高考只是人生一战，根本不是全部。昨天几所985招生组主动联系我，想单独和你面谈，全都开出全额奖学金，本硕连读通道，华清数学系更是特意预留专属导师名额。我和你爸仔细看过各个专业介绍，知道你一心钻研数学，不会强迫你换热门专业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我还是想选纯数学，竞赛一路走来，我最想深耕理论。等你专业定下来，我打算成立助学基金，名字征求你的意见。不如叫知许奖学金，用来资助想读书的贫困孩子。从前我被困在黑暗里无人不助，如今有能力便要拉一把和当年的我一样的人。凭什么他生来就能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？我在裴家18年，从来没人这么重视我。温同学，我完整读了你的全国奥赛整套答卷。谢谢老师费心。你自创的函数变换解法完全跳出常规答题模板，思维开阔，拥有极高学术潜力。学校所有数学实验室、寒暑假高端集训资源都会无条件向你开放。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本科阶段能否提前参与数论相关的导师课题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的课业成绩达标，大一下学期就能申请进入课题组。我们这边不少高三特招生很早就参与论文辅助工作。这份是预录取意向表，我跟你讲清楚填报、专业调配、奖学金发放这几条关键细则。老师，如果确定本硕连夺，中途想更换细分研究方向，流程复杂吗？流程很宽松，每年9月统一提交申请即可。院系会根据你的考核结果调整导师分配。今天麻烦老师讲解这么久，非常感谢您。我很期待9月份在校园见到你。刚才和导师聊的实验室使用权、本硕连读流程，你都记全了？后续有任何疑问，我随时和校方对接。全部记录好了。咱们顺路去教辅市场囤一批全新习题册，捐赠给乡村小学的孩子，也算提前把助学的物资备齐。
现在背靠裴家享尽荣华，转头就把生你的亲妈抛在脑后。当年是你主动调换婴儿，18年间多次设计毁掉我的竞赛，阻断我的高考，从没有尽过一日母亲本分。现在跑来索要钱财，太虚伪。调换婴儿，高考也敢来？我怀胎10月，辛苦生下你，就算以前有矛盾，养老生活费你总得承担吧？换婴记录，你多次恶意陷害之语的物证我们全部留存了。你现在当众围堵勒索已经涉嫌违法，再不离开我们立刻报警。没想到他专门在华清校门口堵你，志旭，以后你可得小心。这种无休止的骚扰绝对不能放过，回家整理全部证据，出具正式法律警示函。拟定法律告知函，一旦他在靠近温之于100米范围内，直接提起民事诉讼。志愿填报，只许奖学金筹备，你尽管安心推进，所有杂事纠纷由我们全权处理，不会让你受半点干扰。下午我联系了几家文具供应商，对比出最低码货价，教脚、笔记本、文具分开列好了，你们过目。正好我们打算大亏量采买捐赠物资，这笔开销从集团公益专项拨款走。之前家里忙着处理张桂兰的骚扰，对接高校事宜，助学采购的琐事一直没顾上，多亏你主动跟进。志雪，采购助学物资这件事，我想全程帮你分担，算是弥补从前的过错。助学这件事本就是大家一起出力，不用总放在心上。但凡有需要跑腿对接的事，全部交给我，不会再让你分心应付杂事。这是我分好类的竞赛笔记清单，到时候物资装车，麻烦你帮忙清点分装。裴泽宇主动替他打理助学硕士，一家人潮水般围着温之宇的计划忙碌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外人，这个家里再也没有属于我的位置了。我已经和校长约好走访时间，你不用有压力，我只是想帮你把这件事做好。到时候我开车接送你们，路上所有行程安排我提前规划好了。张桂兰那边有律师发函震慑，但出门多一层保障总是稳妥。还在想之前的事儿？我这心里总不踏实，总怕万一以后又有人拿身份的事乱嚼舌根，对知许又是2次伤害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不是怀疑知许。对，我想带他再做一次高精度司法复检，把所有隐患一次性清零，以后谁都挑不出半点毛病。没问题，今天就安排，我们全程陪着他。志许，跟妈妈出去一趟好不好？怎么了，妈？妈还是想带你再做一次最精准的 DNA 复检。不是不信你，是我想彻底心安，也让你以后再也不用被身份的闲话困扰。我懂，您是想把所有留言的口子彻底堵死。可以的，我陪你们去。这次做完复检，你是我们的女儿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谁都撼动不了。好了，知雪，你真的就是我们的宝贝女儿。一想到你小时候没人疼没人护，我就特别难受。本该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孩子，硬生生熬了那么多苦。真的没事了，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。
高考分数都还没出来，一群顶尖高校抢着递橄榄枝，太夸张了。不过是拿了一个竞赛冠军而已，分数没出，一切都未定，凭什么他先把所有风光占尽？微微，你看热搜了吗？温之许现在太风光了，高考成绩还没公布，华清那些名校就抢着要他，裴家还专门给他开奖学金，简直要把他捧上天。我早就看见了，没什么好激动的。他连高考分数都没出来，就靠一个竞赛冠军的名头被各路名校争抢，说白了都是虚名，根本做不了数。可人家现在就是风光无限啊，全网都在夸他天才，裴家人更是把他宠得没边，你真的忍得下去？我当然忍不了，但现在没用。你上次闹事差点被起诉，我们现在被动得很，硬碰硬只会吃亏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靠着一个空名头抢尽你的一切？等高考分数一出，谁强谁弱还不一定。他现在爬得越高，以后摔得就越惨。我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帮助更多寒门女孩安心求学。高考分数未定，胜负根本没分。温之许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一直风光下去。崇山漫云，我们今天特意过来看看知许，知许真是给咱们家长脸，没高考就被名校抢着要。不过说句实在话，竞赛冠军再厉害，终究只是特长。现在高考分数还没出，一切都不好说，而且纯数学太冷门了，将来就业面窄，赚不到什么钱。是啊，我认识不少金融、互联网大厂的高管，都托我打听知许的情况。听我们一句劝，别死磕数学。谢谢各位长辈的好意，不过我还是想坚持纯数学专业。孩子啊，你就是太年轻理想化了，现在看着风光，等毕业就知道冷门专业有多吃亏。我不是单凭运气，竞赛数年，我深耕的就是基础数理理论。热门专业确实薪资高，但不是我想要的。基础数学是所有理工学科的根基，看似冷门，却有着长远的研究价值。比起短期的高薪收益，我更想沉下心做自己热爱且有意义的事。各位长辈，知许的专业规划早就想清楚了，不是一时冲动。孩子的热爱和选择，我们全家都支持。我送孩子读书，支持他走学术路，不是为了让他跟风追高薪，是希望他能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。外界有人质疑他只有竞赛名头，没有高考实力，但我们相信知许的能力，不管后续分数如何，他的天赋和热爱就值得最好的资源。刚刚那些世俗的话别影响你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分数最后如何，爸妈都以你为荣。我没有受影响，妈，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不对啊，网上风向怎么突然变了？刚才还全是夸知许的，现在多了好多带节奏的黑屏。怎么会突然变风向？之前大家不都在认可知许的竞赛实力吗？你看这些人说的，说知许只是空有竞赛名头，高考分数一天不出，就一天算不上真正的学霸。还说各大名校提前抢人太草率，就是跟风炒作，赌你高考翻车。很正常，之前全是赞誉，是因为大家只看到竞赛夺冠的风光。现在有人刻意带节奏，抓住高考、未出分、专业选择这两个点调试，自然就冒出了一堆质疑的声音。人红是非多，眼红的人从来不少，只是之前没找到挑刺的突破口而已。无所谓，大部分人还是认可我的。竞赛是实打实的成绩，高考我发挥稳定，等分数出来，这些杂音自然就没了。我刚看见微微不仅转发那些黑你的帖子，还在老同学群里带节奏，说以前大家高估了你，名校特招本来就是平台加持，根本不是你个人实力。他现在学聪明了，
不赌我翻车，开始偷偷弱化我的成绩，无非就是不想承认我全方位超过他。我真服了他，以前还傻傻等你翻车，现在直接篡改说法，把你的所有成绩都归为运气和学校资源，变相踩你一头。人之常情，他备考这么久，越临近出分越慌，心里清楚比不过，只能靠嘴硬找体面。多说无益，静待结果就好。网上的留言向来如此，一阵风的事儿不用太较真。不对，不是跟风吃瓜那么简单。有人匿名发了一篇长黑帖，直接死咬知许的特招资格，现在已经冲上同城热搜第1了。特招资格，知许的竞赛特招全程公示，层层审核，所有流程都是公开合规的，怎么会被人揪着造谣？你看这个帖子，他们故意断章取义，说知许没有高考分数佐证，提前锁定多校特招属于违规锁档，还造谣咱们家动用人脉资源走捷径，挤占普通考生名额。舆论又针对性升级了。对方卡点太精准了，卡在高考出尘前的空白喘口气发难，没有高考综合成绩兜底，大众只会被片面言论带偏，这是专门针对知许的精准打压。竞赛特招是国家正规招录渠道，所有申报材料、审核记录、公示流程全部可查，不存在半点违规。只是谣言传播快，真相没人愿意耐心看罢了。对方是奔着废掉你的名校特招名额来的。一旦校方迫于舆论压力复核暂停名额，哪怕最后澄清，你的录取节奏也全乱了，名声也彻底毁了。舆论狂热的时候，所有解释都是心虚辩解，所有证据都会被刻意曲解，只会越描越黑。唯一能破局的，只有实打实的高考成绩。一夜之间，所有夸赞你的声音全没了，到底是谁非要对你赶尽杀绝？对方手段毒辣，精准抓住了你目前唯一的短板。现在不止网友质疑，连很多教育博主都下场分析，笃定你资质有问题才会被复核。再拖下去，就算最后澄清，你的名声也彻底烂了。我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网友的吹捧，也不是暂时锁定的名额，是我自己实打实的实力。全科院高考标准答案全部提前公开，全网考生统一开启自主估分。全网都在观望审判，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主动亮剑。成绩是击碎谣言最有力的武器。既然有人想借舆论毁掉我的努力，废掉我的出路，那我就用真实的高考水平，亲手击碎所有猜忌与抹黑。来得正好，只要他估分平平，我就能彻底翻盘，踩碎他所有天才光环。温之许，我倒要亲眼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语文扣8分左右，数学满分，英语扣2分，理综扣3分，总分大概737。太好了，知许，妈妈就知道你一定行。737分，真好啊，姐姐真厉害，不像我，在这个家生活了18年，却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爸爸的要求。微微，哭什么？爸，我只是害怕姐姐这么优秀，以后去了顶尖大学，有了自己的新生活，是不是就不要我们了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以前吃苦了，但现在你考得这么好，以后肯定有大把的人巴结你，你不会嫌弃我们吧？姐姐，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，惹你生气了，只要你别抛弃这个家，别抛弃爸爸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成绩只是数字，至于以后，我只知道真心换真心，谁对我好，我心里有数，谁在演戏，大家也都有眼睛。爸，微微，你在这个家生活了18年，我和你妈早就把你当亲女儿看待，但是一家人过日子讲究的是坦诚，有些心思还是收一收的。爸说的够明白了，微微，你平时耍点小性子就算了，现在当着全家人的面玩这种绿茶把戏，不觉得丢人吗？裴泽宇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凶我！她是我亲妹妹，以后你要是再敢阴阳怪气的针对知许，别怪我不念兄妹情分。好，你们一个个都护着他是吧？等成绩出来没考好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知许，快上车！今天学校搞毕业烧烤宴，咱们一家人必须到场。
好好去给你撑撑场面。谢谢爸，其实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。孩子还跟爸妈客气什么？以前亏欠你的，以后都要加倍补回来。泽宇，你去前面开车，让我和你妹妹坐后面。得令，今天我就是专职司机兼保镖。知许，这次你肯定稳拿状元了。就是啊，知许，以后你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咱们这些老同学呀。借你们吉言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？老妹，以前是哥不对，很多事没搞清楚就针对你，哥给你赔个不是。温之许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那谁啊？疯婆子吗？听说知许在乡下的亲戚。你自己在这里吃香喝辣，把我扔在外面不管不顾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我是他妈，谁敢动我？温之许，你今天敢不认我，我就死在这里！救命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裴家仗着有钱有势，抢我女儿，还要把我关起来，没天理了！最后的机会了，只要能借张桂兰的手把温之许拉下神坛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要赌这一把。张姨，您没事吧？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您？薇薇，你在这里添什么乱？给我回去！爸妈，你们醒醒吧，别被他骗了。温之许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这种人怎么可能考得好？他是在演戏给你们看啊！爸妈，你们醒醒吧，别被他骗了。温之许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这种人怎么可能考得好？他是在演戏给你们看啊！老子供你读到高中就不错了，还想上大学？做梦！我们家薇薇才是有出息的那个，将来是要当大明星的。就是她这种野孩子根本不配占着大学的资源，把名额还给我，我才是你们真正的女儿。裴之薇，你给我闭嘴！还有你们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散开！谁再敢乱拍乱传，我们裴家一定追究到底。知许，别怕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妈都站在你这边。裴之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知渠就算不靠裴家，凭本事也能碾压你，轮不到你这个冒牌货来指手画脚。呸！他就是个只会死读书的赔钱货。他要是能考上好大学，我张桂兰把名字倒着写。张桂兰，你说了18年我不行，今天我让你亲眼看看到底谁不行。还有1分钟，12点出成绩。开了，系统开了。知雪，别怕，妈在这儿。快查快查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查？怎么不查了？让我们开开眼，看看你吹出来的高分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。就是，别是连大专线都够不着吧？739，满分750，你考了739，知许，你是全省状元，你是咱们家的骄傲啊！我就知道我女儿是最棒的。我操，真的739，数学满分，老妹你是神啊！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查错了，或者是系统坏了，他怎么可能考这么高？我不信，我也查，凭什么他考这么高？我也复习了那么久，我也能考高分。345，怎么会只有345？连本科线都不到。是你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这状元本来是薇薇的，是你把薇薇的运气都抢走了，你这个扫把星！张桂兰，你从今天起，你永远别想靠近知许一步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不走，温之许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把我的状元女儿还给我！站住！他走，你留下，咱们之间还有一笔账没算清。站到中间去！你自己看看，伪造病危通知，考场换团制靶，网络造谣 ，AI 换脸视频，你干的这些事哪一件是人做的？爸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是张桂兰，是她教我的。她说温之许是来抢我人生的，我如果不反击就会一无所有。一时糊涂？你从之
知许进裴家门的第一天就在害他，哪一次不是处心积虑？我们养了你18年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养出个蛇蝎心肠。微微，我以前一直护着你，但我现在才看清，你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妹妹。可你也不信我了吗？我才是你们养大的。微微，你的行李管家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放在门口。明天一早离开裴家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别赶我走，这个家是我的全部，没了裴家我什么都不是。温之许，你满意了吗？你毁了我一辈子，你抢走了我的父母、我的家、我的人生，现在还要把我赶出去流浪。毁了你的人是你自己。上一世你把我锁在杂物间害我惨死，这一世我只是想好好活着，考上大学，是你一次次把刀递到我手里，逼着我反击。你的贪婪，你的嫉妒，你的恶毒，才是毁掉你人生的根源。妈，我是微微啊。裴小姐，你走吧，先生说了，裴家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我不走，这是我家，凭什么赶我走，让我进去？温之许，是你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！闹够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我们都是受害者，这20万算是买断我们18年的恩怨。20万？你拿20万打发叫花子吗？我是裴家的大小姐。你不再是了，这钱够你读个大学，立马是你生日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裴家赶尽杀绝，脏了我的手。我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们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我知道了，这次我真的知道了温之许，下次见面我绝不会再是这副狼狈的样子。之许，委屈你了，你这孩子心太善了。与其互相折磨，不如彼此成全。雨总会停的，日子也会好起来。就是这把锁，上一世他把我像垃圾一样锁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直到我错过高考，惨死街头。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锁住我的从来不是这扇门，而是我对他们那愚蠢的期待。现在我自由了。温之许，我也录了华清，以后又是同学了。华清见。你自己砸的，也不叫我一声。叫你干嘛？看戏啊？再说了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又不会用锤子。那你可以教我啊，以后这种体力活本少爷也能帮你分担分担。这家伙倒是比以前顺眼多了。再见了，过去的阴影。华清，我来了。同学们、老师们，今天我们要共同见证一个教育界的奇迹。温之许同学从乡下转来我校不足3个月，却以739分的惊人成绩，一举夺得全省高考状元。温之同学，恭喜你！作为今年的状元，此时此刻，你有什么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吗？很多人问我，从谷底爬上顶峰难不难？我想说，命运或许会给你发一副烂牌，但怎么打，决定权永远在你自己手里。别信命，信自己。只要你不认输，烂牌也能打成王炸。说得好，我妹就是最牛的。温之许，原来没有那些算计，你依然能站在最高的地方。这一次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
原来真正的赢家，不是报复了谁，而是照亮了谁。裴氏设立了知许奖学金，每年有100个像曾经的我一样的女孩，重新拥有了读书的机会。至于裴之薇，她改了名字，去了南方。听说她白天打工，晚上读书。她说，以前那个虚荣的裴之薇死了，现在的裴之薇想靠自己双手吃饭。张桂兰在狱中接受了劳动改造，她说，那是她这辈子睡得最踏实的一段时间。爸说我是他的骄傲，妈说找回了我人生才完整。爸妈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妹那就是神，我这辈子就服她一个人。而裴泽宇那个笨蛋，大概是真的把我当成他的偶像了吧。命运给我发了一副烂牌，可我终究把他打成了王炸。